U.S.-China relations are in a number of areas on the brink of red lines. So, in other words, these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they're right on the brink. So if I was to take, let's say, the Taiwan issue, it's an irreconcilable issue, and so on. It's right at the line. The breaking point is if the United States said, we are in favor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aiwan, that's the equivalent of a declaration of war. And because of our political issues that are now internally, you're going to be likely to push tha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many in Congress and so on would say, we will defend Taiwan at all costs and we will give them this, and you could even cross that line. My point is, it's right at the edge. That's that. We have a chips issue, and we have a technology and sanctions issue. The reason in World War II, war with Japan, you had the cutting off of the oil and then the sanctioning them taking their payments. So you have a somewhat similar situation. Chips is like oil back then, and it's a very, very, very delicate issue. You have the geopolitical issue, which also is manifest in each of them and so on, supporting Ukraine, and other geopolitical issues which are also right at the edge. Neither country wants to go to war. Everybody's afraid of what that war would be like, because it would be devastating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So you will see sort of the postponing. These issues will remain and probably intensify over the next 5 to 10 years. 当全球经济的天空被乌云笼罩，一场远超普通衰退的风暴正在酝酿。雷达里奥 Ray Dalio 桥水基金的传奇创始人，金融世界的预言家，发出震耳欲聋的警告：即将到来的危机将让整个世界颤抖。他的声音如惊雷，撕裂了我们对未来的幻想。基于对500年历史周期的深刻研究，达里奥揭示了3股百年未遇的力量，正在将人类推向危险的深渊。与此同时，2大影响因素与之交织，共同驱动着大周期的车轮。他警告，未来10到15年将是动荡与挑战的时期，而台湾问题可能成为点燃全球冲突的火药桶。如果我们不正视现实，采取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3大驱动力量：巨额债务与货币印刷。全球政府深陷财政赤字的泥潭，入不敷出，唯一的出路似乎是开动印刷机，用新印的钞票购买债务。这种做法推高通胀，侵蚀普通人的购买力，让金融体系如同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随时可能崩塌。过去低利率时代，资金几乎免费，企业借贷扩张，个人贷款买房，投资者追逐股票和科技梦想。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大量持有政府债券，视其为安全资产。然而，当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利率飙升，债券价值暴跌，银行存款成本激增，储户开始撤资，全球金融体系陷入流动性危机。达里奥指出，债务是双刃剑，一方的债务是另一方的资产。当债券贬值，债权人受损，借贷者因高利率无法偿债，整个系统失衡。这不仅是银行问题，而是全球性的杠杆危机。历史上，债务危机通常以货币贬值或违约收场。当前，政府继续印钞以避免违约，但这进一步削弱货币价值，导致通胀螺旋上升。例如，全球债务水平已达历史高位，银行因持有贬值债券而亏损，商业地产因高杠杆和高利率而崩塌，空置的写字楼成为城市萧条的象征。科技公司因低利率时代的过度扩张而裁员，失业率上升。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同样深陷杠杆化资产的泥潭，全球金融体系如多米诺骨牌，随时可能倒塌。达里奥警告，这种危机将波及每个普通家庭，物价飞涨，生活成本飙升。内部冲突，财富差距达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水平。
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中产阶级被挤压到崩溃边缘。这种不平等催生了左翼与右翼的民粹主义，社会分裂加剧，妥协成为过去，斗争成为常态。在美国，政治极化达到顶点，议员们不再寻求共识，而是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社交媒体放大极端声音，街头抗议与警察对峙，社会裂痕如同地震前的地壳，随时可能断裂。达里奥回顾历史，1930到1945年，金融危机点燃了社会动荡，财富分配的冲突导致内部对抗加剧。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民主国家因无法调和矛盾，放弃民主，走向独裁。今天，美国的症状相似，国会争吵不休，规则被忽视，政治形同内战。达里奥警告，若不弥合分裂，社会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重演历史悲剧。例如，美国教育水平下降，康涅狄格州22%的高中生辍学或长期缺课，贫困地区的孩子缺乏电脑和网络，难以接受教育。城市街头充斥犯罪、药物滥用和精神疾病，无家可归者随处可见。基础设施老化，桥梁、道路年久失修，城市环境恶化。这种退步将导致机会不平等加剧，贫困与犯罪的恶性循环难以打破。大国冲突。1945年，二战后美国主导全球规则，确立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然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正在改写这一格局。贸易争端、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让超级大国冲突的阴影笼罩全球。达里奥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当前最危险的引爆点，可能将世界推向战争边缘。此外，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正在动摇。美国通过制裁，如冻结俄罗斯资产，展示金融武器，但这让中国、沙特等国质疑持有美元债券的安全性。他们转而用人民币或其他货币交易，美元的贸易份额下降。历史上，英镑和荷兰盾的衰落同样源于贸易份额减少和债务危机。达里奥指出，美元的贬值风险不仅来自经济因素，还因地缘政治的武器化加剧。例如，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的最大参与者，沙特等国与其交易时不再依赖美元。这种趋势削弱了美元作为财富储存的吸引力，类似英镑在二战后的崩溃。台湾问题，全球冲突的火药桶。台湾问题是大国博弈的核心，也是达里奥警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风险。他以冷静的现实主义视角，详细剖析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根源与当前态势，揭示其为何可能成为全球危机的导火索。历史背景：19世纪，外国列强入侵中国，迫使其开放贸易。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100年屈辱的开端。英国等国通过军事胜利和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割占台湾，开启了台湾作为殖民地的历史。二战后，1945年，盟军胜利，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归还中国。然而，国共内战随即爆发。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双方都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国际社会逐渐承认北京的地位。尽管如此，台湾问题从未真正解决。50年前，亨利、基辛格与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中美达成共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应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一原则延续至今，但双方的分歧日益加深。当前态势，对中国而言，
台湾是领土完整的核心，任何宣称台湾独立的举动都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达里奥指出，台湾问题不仅是主权问题，更是中国100年屈辱历史的情感结晶。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占，中国经历了外敌入侵与领土分裂，台湾的统一被视为民族复兴的象征。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统一是不可妥协的目标，哪怕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对美国而言，台湾是民主与自由的象征，也是遏制中国崛起的关键棋子。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承诺为台湾提供防御支持，同时在台湾海峡保持军事存在，以威慑中国。近年来，美国高官频访台湾，军售规模扩大，引发中国强烈反弹。中国则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战机频繁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军演规模不断升级。风险分析，达里奥认为，台湾问题是一场高风险的棋局，双方都在试探对方底线。他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主动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除非美国或台湾越过红线，即公开支持或宣称台湾独立。例如，若台湾正式宣布独立，或美国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中国可能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动武。这种情景将引发中美直接冲突，可能升级为全球战争，波及经济、贸易和供应链。达里奥还指出，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双方叙事的对立。中国将其视为内政问题，强调历史与主权；美国则将其框定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强调保护自由。这种认知差异使得误判风险极高。例如，美国可能认为加强台湾防御是正当的威慑，而中国可能将其解读为挑衅，进而采取报复行动。地缘政治影响，台湾不仅是地缘政治的焦点，还是全球经济的命脉。台湾生产了全球60%以上的半导体芯片，任何冲突都将重创科技产业，波及从智能手机到汽车的供应链。达里奥警告，若台湾海峡爆发冲突，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停滞，股市崩盘，通胀失控。此外，台湾问题还牵涉其他大国。俄罗斯可能借机在中东或东欧制造危机，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盟友可能被卷入冲突，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可能因印太战略而参战。这种多方博弈将使冲突迅速全球化，类似二战前的多米诺效应。解决路径，达里奥呼吁双方保持克制，避免挑衅。他认为维持现状，即不宣布独立，也不强行统一，是当前最现实的策略。中美需通过外交对话降低误判风险，建立危机沟通机制。他强调，现实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应主导决策，否则双方都可能陷入无解的对抗。两大影响因素，除了三大力量，达里奥还指出两大影响因素在塑造未来：自然灾害、干旱、洪水、疫情等不可控事件，如幽灵般随时颠覆经济与社会秩序；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这些都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例如，2020年疫情导致全球贸易停滞，供应链断裂，至今未完全恢复。技术与教育，人类的进步依赖于学习与创新，但教育的退步和技术的不平等可能加剧社会分裂。美国教育系统崩溃，贫困地区孩子缺乏基本学习条件，辍学率高企。这种教育差距将导致机会不平等，贫困循环代代延续。同时，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虽带来机遇，但分配不均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大周期与历史教训，达里奥研究了过去500年的历史，发现经济与社会每75年左右经历一次大的兴衰循环。这些循环由债务、冲突、自然灾害、技术等力量驱动，彼此交织，形成大周期。当前，金融危机、内部分裂、外部对抗、
自然灾害的阴影、教育退步，共同将我们推向危险的转折点，与1930到1945年的模式高度相似。那段时期，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金融危机，财富分配的冲突导致内部对抗加剧，左翼与右翼的民粹主义撕裂社会。德国、意大利等国因内部矛盾放弃民主，选择独裁，外部对抗最终升级为二战。达里奥警告，今天的症状如出一辙，金融体系脆弱，社会分裂加剧，大国博弈剑拔弩张，周期正从第一阶段向更危险的阶段演进。他引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洞见，民主的最大风险是无政府状态导致独裁崛起。罗马帝国、近代欧洲的兴衰反复印证这一规律。今天，美国的碎片化政治、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中东的动荡，都在重演这一模式。达里奥以英镑的衰落为例，二战后，英国深陷债务危机，贸易份额下降，英镑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美元正步其后尘。若不解决债务与分裂问题，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衰退。具体风险：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正在衰退。美国通过制裁展示金融武器，但这让中国、沙特等国转而用人民币或其他货币交易。美元的贸易份额下降，类似英镑在二战后的崩溃。达里奥警告，若美元失去储备地位，美国的借债能力将受限，经济将陷入更大困境。债务危机扩散，政府卖出大量债券，却无人问津。银行因持有贬值债券而亏损，储户撤资加剧流动性危机。商业地产崩塌，科技公司裁员，失业率上升。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同样深陷杠杆化资产的泥潭，全球金融体系岌岌可危。社会分裂恶化，美国基础设施老化，教育系统崩溃，城市街头充斥犯罪与精神疾病。政治分裂使治理效率低下。达里奥以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为例，德拉吉曾短暂统一政坛，但分裂导致其辞职。美国若不弥合分裂，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解决之道，达里奥提出回归基本面的解决方案。国家层面，财政纪律，减少赤字，避免过度印钞，削减开支或增加收入。投资教育与基础设施，优质教育打破贫困循环，基础设施支撑经济活力。两党合作，组建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团队，集合智慧，控制极端主义。学习新加坡，强制储蓄，公共住房，优质教育，确保社会团结。个人层面，分散投资，避免单一资产超 10% 资金，追求10到15个不相关回报流。确保安全，第一层投资应对通胀、萧条等极端情况。储蓄优先，强制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社会层面，团结与文明，恢复妥协与合作的文化。打破循环，为贫困儿童提供基本保障，避免贫困代际传递。担忧与行动，担忧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达里奥的经历与警示。达里奥的洞察源于个人经历。年轻时，他因错误押注经济崩溃，几乎失去桥水基金，但通过反思与创新，他开发出平衡风险与回报的策略，带领桥水在多次危机中脱颖而出。他的投资哲学分散化、风险优先，成为应对当前危机的指南。他免费分享研究报告，详述历史周期及应对策略，旨在帮助个人保护财富，国家避免崩塌。他警告，历史的教训清晰可见，当金融危机、内部分裂、大国冲突交织，社会可能陷入10到15年的动荡。台湾问题尤为关键，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全球战争。我们能否打破宿命，
取决于今天的智慧与行动。选择团结，选择现实主义，危机或将成为转机。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